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你看，你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去好散吧。当然是要和好了。你认为你们之间有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啊，就算有也能解决。太多了，根本没法解决。你认为姐弟恋是问题吗？当然不是，虽然我们年纪有差距，但只要相爱，肯定能在一起。现在压力太大了，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陈先生23岁，来自黑龙江，电气工程师；张女士33岁，来自天津，新媒体运营。有请两位，有请。看小片的时候就基本知道什么意思了，要分对吧？对，不分是吧？对。过得不快乐是吧？挺快乐，挺快乐，那干嘛要分？家里那边不同意啊，这借口找的可真好啊！来，过得快乐吗？快乐，快乐，所以不能分。对，不能分。对你这个逻辑是顺的，因为快乐所以不分嘛。对，你这逻辑就很不顺了，因为快乐但是要分手，这不是给自己找苦吗？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快乐的，但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掺进来，就导致不是你们俩现在的感情快乐不就行了吗？但有其他原因，啥原因不快乐呀？啥原因啊？啊？父母啊？父母有什么原因啊？父母不同意啊？那你咋那时候不听父母的话呢？我当时不知道他们不同意啊。你会不知道？我不知道。跟父母生活了20多年，你找一个比你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生，他们不同意，你会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对。你未来妻子只有经过父母的同意才能进门，是还是不是？只要他们不同意，你就不会谈多久，感情多好，快不快乐都不考虑，只听父母的，是还是不是？不是啊。不是，那为什么放在他身上就是了呢？你看啊，我提的这些不是我想提，我相信是这姑娘脑子里萦绕了很久的问题，对吧？对。谈了多久？谈了2年了。怎么认识的？就我放假出来玩，看她走在路上长得很漂亮的，我就要了个微信啊。哦，然后呢？然后两人认识追了1个月就谈上来啊。啊，然后就2年下来了。对。突然就提出分手吗？对，就是今年过完年之后，他跟我说分手。那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怎么就突然提出分手呢？因为过年嘛，我想的是就是相识的纪念日，我想在那个时候和他结婚嘛。哦。然后我就跟父母说他年龄这个事儿，当时我没想到父母的反应会这么激烈。咋激烈呀？这个我也没法形容出来，就是家里人因为这个事儿闹得挺僵的，然后。见过他吗？见过。是来。是视频见过。视频上见了。对。啊，然后呢？然后我妈妈那边就是也是因为整天想这个事儿嘛，摔了一下，然后你就决定分手。啊，对。那就分呗。但放不下呀。谁放不下谁呀？我俩都放不下呀。你确定吗？啊。你也放不下。啊。对，更放不下。啊，放不下怎么着？就这么谈着？但是呢，我发现他那个父母可能是个借口，因为他最近的表现也不太正常。哦。就像他之前好久没有联系的前女友，然后突然加他微信了，我觉得就是很奇怪这件事。要解释一下吗？这当然要解释呀。哦，要解释啊。因为我跟前女友她妹妹，我们关系一直挺好的。你跟前女友的妹妹关系一直挺好啊？对。这又得转一道弯。然后呢？过年的时候，我跟她妹妹拜个年嘛，然后她跟我聊聊她姐姐的事情嘛，然后我们2个人就加上了。加完我也直接和她说了，我感觉这个无所谓啊。还挺巧，今年这年过的。而且我看他那聊天删了一些记录，他肯定是不让我看什么东西。因为他说了一些嘘寒问暖的话，然后我也问了问他嘛，我怕他看到会不开心，我就给删了呀。不是，怎么这时候还嘘寒问暖呢？对啊，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嘛，你都嘘寒问暖了嘛，他还问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对啊。那你咋说呀？我说挺好的呀。是挺好的哈，都要分手了还挺好的。那个时候没要分手呀，因为我们是打算今年要
去领证的。谁跟谁领证？我们两个啊。然后我就跟父母说嘛，说他的年龄，然后就没想到父母反应那么大嘛。啊，本来可能他和前女友聊天，我可能不会这么介意，但是就联系到最近要和我分手这个事儿，就是怀疑他了开始。你看，你还看他的记录啊，聊天记录、就是我有他的手机密码。我们两个手机是公开的，谁都可以看。所以你发现有删除？对。为啥要删？我就怕他看着不开心，因为当时关系挺好的，我不想让他看到那些。不会啊，要是你前女友问说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你说我们俩感情挺好的，马上结婚了，那你删他干嘛呀？是吧？你是这么想的吧？对。你看还有什么不正常？你可以说。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他的另一个前女友，去年的时候的事儿了，其实，然后给他送电热毯。那个是怎么？他家是做那个的，然后他给身边的所有朋友都送了，让我们给他测试一下，然后也送了他一个。那是商业行为，这个你想多了。嗯。对吧？这不就是商业行为吗？啊，所以是不是现在女生对男生有点不太信任了？对，是，就主要还是因为他要和我分手，我现在就有点怀疑他。然后特别是有一次我俩去拼车出去玩，然后因为车里有个人，所以我坐在后边，他坐前头。然后我有事儿想跟他说，当时我就给他发了个微信，然后我都看到我的头像弹出来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点开，他还和别人在说话。你们俩坐在一辆车里，你要给他发微信？为啥？因为我不想让这拼车的别人知道。是非常隐秘的事儿吗？也不是特别隐秘，但是我就是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事儿说出来，所以给他发微信。然后你就发现他在回别人。对，然后就不理我。哦，你好敏感。对。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是。这么敏感的一个人，一个男人喜不喜欢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对吧？但是最近的态度就是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所以我才胡思乱想。他是不一样啊，因为人家想跟你分手啊。对，然后我纠结原因是可能不止他父母的原因，可能是你纠结原因干嘛？分了不就完了吗？因为人家想和他分呀，主要。哦，还有啥？因为当时我们两个给双方各定了1个月的期限，就是想着我俩最后快乐点过这1个月，就是让我俩别有遗憾最后的。然后我当时正在他家屋给他收拾东西呢。然后看他写个本儿，就把我不回消息啥的都记上了，我就好奇为什么这么记仇呢？不回个消息还给记本上了。啥本儿？就日记本儿。记啥？就记我不回他消息啊。就是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好的你怎么不写一点啊？你怎么知道没有写？哎，我不知道。所以你们俩刚才听下来有一个细节，我倒是注意到了，说有一个在1个月之后分手是吧？对，1个月之约，把最后1个月过好了，不留遗憾。这谁提的？我提的。就那时候你已经决定要分手。对。但是经过这段相处还是舍不得，所以说来这儿求助一下节目组。不是，那这1个月过得咋样啊？我觉得挺开心的，对我来说这1个月根本就不算数，就想和他好好在一起。那你在这1个月当中做过挽留的动作吗？做过，我给他爸爸妈妈打过电话。然后也说过我俩情况，还有以后的规划。他爸妈虽然现在不同意，但是我觉得我俩只要一起努力，应该可以的。毕竟这个事儿到现在才更2个月。我们先不说这个，就除了给他爸爸妈妈打电话之外，你还做了些什么？其实和平常一样，就那种过快乐的日子。就不提分手的事儿了，对，不提这个事儿了。对。哎，这个很有意思啊，特别像幼稚园的小朋友过家家是吧？挽留过他吗？挽留过。你做的动作就是给他父母打电话。对。对他呢？对他就是说我们以后的规划，然后他想结婚的话也可以，那现在没有经济来源也可以，我都可以接受，我也可以不要彩礼，房子也可以一起租，这些后期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的。只要嫁给他就行，是这意思吗？那人家父母怎么回应你啊？其实和他说的差不多，可能就是我年纪比他大。然后不太同意，但是其他理由也没有。我相信我们俩只要过得好，他父母应该会同意。过得幸福哈？对，幸福。只要不想你爸妈就特别幸福。对。现在你爸妈是你们幸福的绊脚石。他俩也是为了我好。对。哎，怎么叫为了你好呢？不对啊。他们怕我以后后悔。怕你后悔什么呢？怕我后悔和他结婚，怕我不定性。那你觉得你定了吗？这谁也说不好，我这问题都是白问。他那个日记本里面记的是很多关于你的不好，是吗？对，蛮多的。其实我还挺想看那个日记本的。对，我这还有一个记录我们快乐日子的本子，然后交给工作人员可以拿上来看。可以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为什么说我想看看呢？因为我在这个台上我听到的都不是内心的声音，所以我看看记下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我特别想看啊。来，对，对，是这一季都是快乐的。然后我们这个本儿你之前看到过吗？我没见过。本来想我们结婚那天给他看的，然后有我们第一次过七夕，好看啊，写的你自己读吧。是2022年的8月5号，我们过七夕那天下雨了，然后咱俩都没有带伞，我们就手牵着手往回家赶，即使淋湿了，我们都很开心，然后还拍了那种爱心的照片，你还记得吗？我记得。然后还有，今年的2月18号，咱俩一起去看海，那个路程很远，咱俩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虽然很远的，但是我们路上有说有笑，也很开心。然后那个海声也很治愈。那天我也下了雪，雪落在你的头上，你的头发都白了，好像我们就是这么走了一辈子。这是一个拿捏人心的高手啊，他知道这小子吃哪一套啊。还有就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然后来，我看看，我看看，来，可以看哈。可以。哎呀，有预感。陈先生说，2024年带我回家见家长，到时候就可以一起滑雪了。他很喜欢滑雪，但是好像等不到那天了。日期12月26号，去年的为啥呀？去年就是我感觉好像他说要告诉家长，我觉得他家里可能知道后反应会挺大的，就是心里有点害怕。哦，是有预感的。哎，你看啊，就是平时的时候给人看坏本本，分手的时候给人看好本本。平时他不是那个故意给我看的，是我自己偶然看到的。我想问一下，就日记还要分类写是吗？人家那不是日记，人家那是工具，好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恋爱谈的就特别有意思，是用一种，这叫操作式恋爱吧？很多事情并不是由心由情而来的嘛，用了很多技术性的手段。那他要分手，以你的性格也应该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呀，你不可能这么平静啊。我就是其实不想分手，就是和平时一样的相处。我想就是这段时间如果这样开心过下来，他可能就会忘了这件事儿，然后我们怎么会忘了呢？就我们可以他爹妈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去说服他爸妈。不用说服啊，这事儿我觉得特简单啊，你们就这么谈着呗，感情又好，谈到天荒地老，对吧？直到有一天，他爸妈一看儿子50岁还没娶呢，算了，你们俩在一起，这不就结婚了吗？之前我有这么想过啊，然后呢？但我又不敢那么去耽误的时间，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说过他想结婚，我害怕说最后真的不能结婚，让他受的伤害太多。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负责？对。所以我要跟你在一起，我必须娶你，是吧？对。我娶不了，我就不承诺，是这意思吗？啊，行吧，接下来我给你们看一段姑娘的视频啊，看完之后咱们再聊。我就发现那日记本一上来，有很多疑惑就被解开了。来。专门给他做的，对吧？你看，来，别绷不住啊，这就要哭了。你看多厉害，瓦斯弹啊，说说呗。其实我也不想分开。孩子比你大10岁呢，你定性了吗？拿什么养人家呀？孩子比你大10岁了，你们啥时候要娃呀？人们要不要孩子呀？比你大10岁啊！你33的时候，他43了，孩子。这个无所谓吧，可能我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行。那不就不分了吗？但是不分就会导致这边的父母又非常不开心。我刚才不就说你父母说的那些话吗？对，你父母还能说破天还能说出什么来？不就这意思吗？是吧？自己做的是吧？这么上心是吧？
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其实我都记得。我知道你都记得呀，啊，不放过他是吧？对，太喜欢他了。所以他有没有权利跟你分手？我觉得我们这么相爱，他有没有权利跟你分手？没有。就这辈子你就非他不嫁了，是这意思吗？嗯。是这意思吧？对。啊，那他父母要一直就不同意呢？我们会尽力说服的，实在不同意，我们就不结婚不领证，这么过也行。啊。但我又不想让他那么跟我过一辈子。人家都说了嘛，不领证也行嘛，你只要爱他就行嘛，一直爱他就行嘛，这个信心有吗？我能一直爱他，但我不能接受我们两个不结婚。啊？你为啥不能接受你们俩不结婚啊？因为他跟我说过想跟我在一起就是想结婚的，我自己内心接受不了，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回忆。啊，所以其实嘴里面说的很时髦、很时尚，甚至前卫，说你们这些巴拉巴拉讲的道理我都听不明白的人，骨子里跟我们这些巴拉巴拉人的这个婚姻观是一样的嘛？你没有那么前卫吗？婚姻观一样就不找个大10岁的了呀。你当时在街上看到的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比你大10岁吗？后来知道了。你不是已经找了吗？对啊。客观行为已经发生了吗？对啊。后来知道怎么了？后来知道不是迷上了吗？主观意识也没有改变呀。对吧？你还是那样啊，所以你并没有那么前卫啊。他比我大了。你父母难道不知道你父母是介意你找一个比你大那么多的吗？我当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你当时不知道，所以什么都说我小啊，我没考虑那么清楚啊。你小，没考虑那么清楚，不知道干嘛说我们要结婚啊？就是想结啊，对啊，就是想结就结呀。不行啊，我要听我父母的，我不能让他们伤心啊。那就分吧，不行啊，分了我难受啊，我过不去了呀。所以来这问问嘉宾老师们嘛。别贪嘛，你们俩其实是一类人嘛，这个也贪，这个也贪嘛。所以走到一块儿。对，走到一块儿，两个贪婪人，你知道贪婪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吗？我不管别人，我俩肯定会幸福。你们俩现在幸福吗？现在幸福，我觉得幸福。这个拉扯是挺幸福，是吧？你幸福吗？幸福，幸福是吧？嗯。那还来我们这儿干嘛？都那么幸福，还来我们这儿？保卫我们的幸福啊！保卫啥幸福啊？我俩的幸福啊！没人干预你们的幸福啊！你的不幸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呀。他愿意跟你在一起，不结婚，就这样守在你身边，直到有一天拨云见日，你父母熬不过你们了，同意了，你们俩就正常结婚，现在过幸福的日子，不就完了吗？那个说怕负不了责任，怕辜负别人的是你，对不对？对。那我们怎么解决你辜负他的问题呢？就是想让专家。咱说点心里话。纠结在哪？为什么难受？就是也想说服自己父母嘛，想问问在座的各位怎么说服嘛？那你可以是说，今天我们俩来，我是要坚定的跟他在一起。老师们，你们教我一些说服我父母的方法，是这意思吗？对。你确定吗？确定。来吧，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恋爱谈的是真有意思。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是觉得。大家都真诚一些，不要活在自我感动当中。我们每一段感情一定是有美好的东西，一定是有值得我们回忆和怀念的。但是我真的是否喜欢你，我真的是否有那么喜欢你，我有那么爱你，我内心深处非常清楚。跟着自己的心走，别辜负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就好了。你也是，不要活在那些自我感动当中。你是真的离不开他吗？人家爸妈不同意，我就告诉你，你这么一直耗着人家儿子，爸妈就是不同意。好，同意你们两个结婚之后，你婆媳关系想过怎么处理吗？没想过。你想过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吗？人家才23岁，行，明年跟你结婚，爸妈同意了，玩吧。你35岁之后高龄产妇，你想过这些吗？所以现在就是在自我催眠啊，做那些视频，写日记还分类，你用这些东西。不是在感动他，你在感动你自己。你以为自己真的投入了很多很多的情感在里面，实际一点都没有，都是形式主义。就这样。首先啊，我得承认高手，所有的技术细节到位。第一个啊，爱的死去活来，我跟你一起看海，我们一起拍了小欣欣的照片。然后第二个，红账一本，黑账一本，黑账。被他偶然看见了，这个偶然是不是技术性操作的结果？谁知道？
反正他得看见我对你好多不满意，最好你多听听话。那本红账什么时候用呢？关键时刻用。刚才在现场关键时刻用，我们看到对方泪如雨下，操作成功，高手。第3个高手，赵川现场反复问你，分手了你要如何？分手了你会做什么？分手了你的生活会怎样？我不知道，我不敢想，天哪，太可怕了！让他去想，让那个23岁的心软的大男孩去想，他想的越可怕，我把他在手里攥得越紧。你敢想你跟你女朋友分手，她日后的日子会有多么凄惨吗？她要是现场公开说一声，哦，分手了，我可能会难受一段时间，然后生活还是要继续，你轻松了，孩子。她能让你轻松的下决心跟他分手？1、2、3，高手。孩子，这段爱情美好吧？付的代价是什么？付的代价是一言九鼎，回去我跟我爹妈做工作。而不是把爹妈的反对挂在口头上，让对方老觉得天哪，他会不会分手了？我要不要去说服他的爹妈？谁的爹妈谁搞定，这是你要这段幸福的代价，你愿意付吗？还有，你还要付出一个代价，尽快成家之后就得立业，因为他33岁要孩子，这个代价你愿意付吗？说这是吃糖的代价，愿不愿意付？我在努力。哦，要努力，愿不愿意？我们没问你努不努力。愿意。那把糖吐出来的代价你愿意付吗？把糖吐出来的代价是我要跟你分手，分手之后我内心深处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自我谴责。天哪，我耽误了人家1年多快2年了，人家曾经待我那么好，我跟他分开之后，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办呢？这种自我道义谴责，这是一个代价，你愿意付吗？愿意。你也愿意付，你又都愿意付了，然后一边口头上说爱着对方，一边我爱下去的代价是爸爸妈妈反对，我真的今天来这儿就是想分手，好合好散吧，这是你愿意付。你跟人家分手的代价是天哪，我分了手之后他可怎么办？所以我来到现场，诸位老师给我点建议，我们没法替你付代价，孩子，我们没法把你内心深处谴责自己的那个声音给它屏蔽掉，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声音，你照镜子的时候你躲不开那个人。所以既然明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明知道自己有多不坚定，你就本着别耽误对方的时间这一点，咱是不是也该决断了？对于男生啊，你真的装得有情有义，装得很有责任心，但是你为什么到现在跟他分不开？因为没有更合适的出现。你的前女友如果对你真的表达了什么，你是真的可能会走开的，但没有理解。我不用管我理解，至少我知道，如果我有爱的人，而我知道他年龄比我大，我知道他想结婚，那我要做的是守护他，不让他心里边有任何的存疑，我不让他猜忌，我不让他担心，我不让他害怕。他明明知道我父母在那儿希望我跟他分开，他明明有那么多担忧，我怎么还能再制造一个担忧的事情给他呢？我不可能做得出来的。所以你没那么有责任心，你没那么爱他，至少在2月份的时候你都没那么爱他，否则你不会说出那句话，我们好好相处1个月吧。真的爱人明知道他离不开你，跟你分开有挖心的痛苦，你怎么能说出那句残忍的话，我们好好待1个月，然后我跟你分开？你不觉得很残忍吗？这个是我们2个商量出来的结果。你别说商量，是你提出来的，所以你不爱，这是我说的。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爱他吗？你不爱他，你一直在说我喜欢他，从头到尾在台上你全说我很喜欢他，我真的好喜欢他呀，我太喜欢他了。所以你装的可怜单纯，然后贪的是你想要的快乐。你说了一句话，你说我可以不跟你结婚啊，我可以等到你父母同意的时候我们再在一起啊。你明知他的父母是希望他找一个踏踏实实稳稳当当且年龄相仿的人结婚，我不管他父母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但他父母是希望他结婚的呀。那你为什么不说我要跟你共同去说服你父母，无论是用责任的方式还是有担当的方式，让你父母看到我们在一起是能够有责任心的。你没说，你反而说的是我们就快乐的玩就好了，不要让父母知道，我们开开心心玩就行了。
父母要的是责任，但是你要的是我们只贪恋我们自己的快乐，你哪里在解决问题？所以贪够了，该放就放吧，不要在台上再去玷污你们曾经彼此有那么一丝最美好爱情的时刻了。这是我最想说的。我相信你们是真爱，如果不是真爱，花不了那么多功夫。没有人为一段虚假的感情去花那么多心思，花越多功夫越是真爱。我看到你们是真爱，我更悲伤了。你知道为什么？你用各种方式去拿捏，去拉扯，你觉得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你能看到趋势嘛。你那么聪明的人，你能看不到趋势吗？你能看到趋势，你总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只能一年又一年的把这个人留在你身边，但你改变不了趋势。他说要分手，他其实不是要跟你分手嘛，他只是不想跟你结婚嘛，很简单这件事。因为你们本来今年要结婚的嘛，你心里很明白，他心里也很明白，说来说去说到分手，不就是为了不结婚吗？这个人很好拿捏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父母也很好拿捏他呀，因为他没有承压能力呀。你差了一点点，差了一步，我能看出来，整个流程里面能看出来，你就差了一步，你最后一步没处理好，就他怎么和家里交流，怎么去缓解他爸妈的情绪，你没有提前处理，就差这一步，功亏一篑。你有再多的技巧，你有再多的方法，你有再多的牌，怎么阻止一个人的成长呢？怎么阻止他和你生活方向的不同呢？怎么阻止你和他两个人之间人生阶段的不同呢？你把他拉进到了一个爱情的虚幻的美梦当中，他不能玩一辈子啊！玩了1年，玩了2年，第3年他说我不怎么想玩了，第4年他说我玩腻了，那时候你怎么办呢？技巧能帮你多久呢？方法能帮你多久呢？你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你徒劳无功的想要用你所有的方式把他死死的拉在你给他营造那个恋爱的梦当中，他要成长的，他已经成长了，他这个人没有成长，但是他的人生要成长，他人生要每个阶段要发生变化，他要到下个阶段去了。现在他还能再陪你1年，到明年呢你再拖1年，你们真的再拖2年，你几岁了？在那个时候他毅然决然地说我不谈恋爱了，这个梦我不要了，这个梦我就存在记忆当中吧。那个时候呢，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在做这个梦，你觉得悲不悲伤？反正我觉得很悲伤。走出去吧，自己走出自己的梦里面，就这样。现在你们俩我愿意相信是真爱，最难的时候不就在这儿吗？你们要干嘛？你们来做个决定，正好在这舞台上，你们当是一次生活的预演吧，你们真实的感受一下，就真的我做了这个决定会怎样？你去感受一下，一起进入真情60分。挺难受的吧？别想太多了，开心就行。就是这2年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我相信你也知道，然后我还是那句话，不想和你分开。这些老师说的话建议很中肯，不过咱俩应该也听过很多遍了吧？希望最后的抉择还是交到咱俩吧，也谢谢各位老师给的建议。我相信你。你这也有可能他们会说我傻啥的。就这样。我希望你最后还可以选择我。开心点。我也希望你以后开心。我也希望你以后开心。谢谢2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这个好，这个预测有难度啊。女出男不出？我觉得都会出。双出，好面子，反正留着面子，里边都乱了一堆了。他确实把我们爱宝当成一张牌了，
啊，我觉得双出吧。来吧，看结局吧。请开门。这有必要问一下，就是男生今天出来意味着什么？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啊？不是在一块儿啥意思？咱把语义表清嘛，因为你们一直在一块儿。想办法去说服父母。好，说服父母，要走向婚姻，是这意思吧？对，决定了啊，决定了啊。女生今天出来是，我就是想和他继续在一起，无论后面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和他一起去解决。行，祝你们这个一路乘风破浪。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谢两位，请亮灯。请回，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我希望男孩的父母能看到，啊，就是这是从立体的另一面了解自己儿子的一个方式嘛，啊，没有什么，就是如果他们认为是真爱，那我们就希望真爱能够好好的。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你认为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肯定要以家庭为重呀，但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呀，就应该平平淡淡的过日子。我媳妇儿就应该好好的相夫教子，但生活也应该有浪漫和仪式感，我也应该得到老公的尊重和在乎。一对夫妻开始讨论什么样是婚姻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情感状态一定是出了问题。来，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朱先生31岁，来自河南模具工，有请。范女士31岁，来自河南，技术员，有请。欢迎两位哈，在一起其实有很长的时间了，虽然结婚只有4年，是吧？对，在这个短片里提到了一个词“相夫教子”，这个我反向理解的话，就是觉得他相夫教子做得不好。对，说说吧，怎么就做得不好了？因为我们结婚4年了，他还和结婚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很贪玩，确实影响了我们2个人的之间的感情。因为本身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然后就是我跟朋友一块出去玩，他就有很大的意见。记得有一次5·1，他提前没有跟我打招呼，他们公司有旅游，直接帮我报名了。那一次是我们公司同事之间弄的一个小聚会，都是带上自己老公、自己男朋友。当时我给他发了个信息，他可能因为忙没有回我，然后我们是临时决定的，然后我提前把名字就给报了。回家我给他说了之后，他就发好大脾气。就是要发脾气，不是挺好的吗？出去玩玩。你不知道，主持人，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忙，上班还是很辛苦的。我本来也计划着5·1放假了，我们2个一块儿买点菜，然后家里做点好吃的，2个人过一下2人世界。但是我就是想到你工作很忙，然后出去的机会又很少，本来你的朋友圈子也小，就想带他出去放松一下。后来去了吗？没有去。这不还是听你的了吗？反正他就是老是不经过我的允许。如果他要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用我的方式让我放松一下，因为每天上班起来的很早，晚上下班又很晚，很累，平时也没有时间去沟通，没有时间过一下属于自己的2人世界。我想的是，好不容易放假休息了，在家里做点好吃的，追追剧，巩固一下感情。理解理解，人家叫你出去玩，不是也是为了巩固感情，是吧？对。你也觉得委屈啊？他说这一次我是没有提前给他说，那有一次我闺蜜提前就跟我说生日聚会，她说带上你老公一起，然后我提前给他说了，他就给我发脾气，他说一天到晚都是你朋友的事儿，就你朋友事儿多。因为她闺蜜也不是1个闺蜜2个闺蜜，有好多闺蜜，随便玩一下也就10来点11点了，我是怕影响她第2天的工作。又不是天天去，别人生日1年也就那一回，提前也说了，偶尔1个晚上晚睡怎么样了嘛？反正我这个人就是时间观念很强，晚上就不要说到处跑，因为毕竟第2天都大家都要工作，
很辛苦的，我是真心为他着想。听明白了，社交习惯不太一样，对生活的放松方式认知不太一样。还有啥让你不满的？有一次周六晚上我就跟他讲，第二天我要上班，你帮我把工作服洗干净。答应的好好的。第二天我下班到家里一看，工作服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洗。打电话他说他跟朋友一块去玩去了。我想着是逛完街回来我就洗，也不耽误周一川。第二天他就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赌气，还没有去上班。所以我想问的是，你到底介意的是这个工作服没有洗，还是介意你夫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介意的是我夫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不全是小事儿吗？是一件小事，反映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他的心上。哎呦呦呦呦，这个上纲上线了吧？你想，他如果说是因为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工作耽误，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耽误了什么？就是因为去玩，就是洗个衣服嘛。这耽误啥了呢？第二天弄得我都没上班。为啥不上班？他就给我赌气。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知道，白天玩了一整天，然后晚上又玩到10点钟才回来，所以这个我不能理解。除了这个让你心里不舒服，还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还有一次我喝醉酒，他就把我丢下。我那不是玩，当时他跟他一个同事到我们家，2个人小酌，然后我一个闺蜜没有什么家人在这边，她是急性阑尾炎，我就给她说了，然后她说你去吧，她当时还跟同事一块儿。然后我去了之后，陪他一起在那里打点滴，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我给他同事打电话，然后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就喝点茶，聊了一会儿天，他可能是因为吃饭喝点酒睡着了吧，没接电话，你不用担心。然后我那天就一直在照顾我闺蜜在医院。你可以去等她稳定好，你可以回来看一下我，你明知道我在家喝醉了，你就应该也关心一下我。因为我跟你同事当时打了电话，他说你没有喝多，他说你睡着了。这叫闹关怀。我就感觉他没有把我放在他心上。好好好，接着撒娇啊！还有什么没把你放在心上的事儿？还有一次还是她闺蜜。是同一个吗？不是同一个，她就跟你说她闺蜜很多。哦，还有一个闺蜜呢，还有一个在我们住的那地方的楼下开了一家饭店啊，周末生意比较好，就比较忙，然后就跟她讲，叫她去帮一下忙。然后那天我阿姨过来了，叫上我们2个人一块儿聚一下，我跟她讲了，结果她直接都没有去。当时阿姨没有提前说，我跟闺蜜是提前约好的，因为他们请不到人饭店里面，然后中午那会儿饭店很忙，让我去帮忙，然后我就去了，结果我当时在饭店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我走不开，我说你跟阿姨说一下，你们先吃饭，等到我这边忙完，我们晚上跟阿姨一块儿再吃个晚饭。她就很生气，说我故意不回来，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你可以中途回来半个小时，跟阿姨解释一下我在忙，你这样让阿姨心里怎么想？我都跟你说了，当时那刚好是在饭点，饭店那个时候真走不开，要走得开。饭店吃不就得了吗？又在家门口，是吧？不解决问题老抱怨有什么用啊？我感觉她就是在抉择方面，就会选择她的闺蜜。就是在每一次我和闺蜜之间让你站队的时候，你永远是闺蜜。对，我感觉我的分量在她心目中很轻。这种事儿在10几年的这个交往，包括婚后的生活里，是个例，还是说经常发生？有那么好几次。我的天哪，10几年了，交往在一起就好几次，你也值得说吗？就几次你就受不了了？因为她的个性是特别的内向，结婚之后她就想让我一直按照她的方式去生活。明白了。她就想让我围绕她转。对，周末的时候也是不能出去玩，然后就天天陪他在家。所以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在你看来有点平淡如水，是吧？对。因此你在那个小片里就说我要浪漫，要仪式感。然后你说就是我们结婚一直以来，她一直说我闺蜜重要，我什么都重要。她那一次把我赶出去的时候，一个晚上我在我朋友那里，她一个电话都没有打，也没有问我在哪里。为啥赶你出去？就是因为那次阿姨的事儿，她说那个让我给我闺蜜过嘛。啊。所以说，她老是说我闺蜜重要，我在她心里面重要吗？后来咋回去的？后面就慢慢的就我自己又回去了。她也没管你？没有。为啥呀？她不是朋友多闺蜜多吗？让她跟她们的闺蜜去玩去，让她玩过瘾。哦，那她要就这一辈子也玩不过瘾，你咋办呢？分开呀？我也很犹豫。这都犹豫了？不就几次嘛，10几年的情感里。主持人，我跟你说，以前的时候就是我过生日啊，还有过节，都会给我准备礼物什么的啊。现在就我生日他都不记得，他天天就说工作忙。我确实工作很忙，这个是我第一时间都跟你解释了。因为我这个人
记性也不好，又不懂得那种浪漫。后面我跟你讲，我说你有什么喜欢的，我带你去买。其实我在乎的是东西嘛，我在乎的根本都不是东西，也不是说什么礼物。那你也了解我这个人呢，我自己的生日我从来都不记得。不是，你可以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啊，你得记住亲人的生日啊。那次确实是我疏忽了，以前都记住了，我就跟他解释，然后他就很生气，就感觉我故意把生日给他搞忘了一样。那你天天都说我闺蜜重要，我在你的心目中重要吗？然后好，我生日你不记得，就是我姐生日，在我们家过生日，她也知道，我那个亲戚都来了，然后她就很生气，说耽误她上班了，亲戚都在，她当时就直接走了，她说我上班去了，我就想不明白。你晚去一会儿怎么样了嘛？你给公司请1个小时2个小时假，把姐给我生日给过了。你想的公司是你家开的呀？说请假就请假。那你当时跟姐解释一下，你说工作实在走不开，你们在这吃，你当时留那么多亲人在那里，你就直接一句我上班去了，然后表情还很严肃。那你想过我的面子没有？那你有没有自己想一下，为什么说我到上班你饭还没做好？从下午1点钟开始准备到7点半还没搞好，然后做好之后在桌子上每一道菜都要详细的给个特写，要很久。这个每一道菜制作过程也拍照片。对，这有照片吗？我们能看看到底是一些什么复杂的菜式吗？花样吗？有照片，咱看一下。哎呀，这手艺不错啊，看着哈。那我感觉就是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做出来了，我肯定要记录一下呀。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拍完照还要这些照片还要经过修理什么的。有些人就觉得，你看我老婆多有生活情趣，得了一个贤惠的妻子。有些人觉得事儿不愣登的，对吧？对。哎，所以今天你们俩来干嘛呀？我就是感觉到，就是我们结婚了，但是他这样我跟朋友一块出去玩，或者是我这种生活方式，他一直不能理解，我就想不明白。那你来干嘛呀？我也想知道我在他心目中到底还是不是那么重要。咱问不就得了吗？我并不像他说的那样限制他出去玩，我说你可以玩，晚上咱尽量别玩太晚。那我每一次朋友叫我出去玩，我都有经过你同意，都是问过你意见，因为我每次都是说要打算带你一起，你从来都没有跟我一起过。因为我基本上都没有休息过，另外我性格比较内向，你是知道的。行。这次听明白了啊，似乎觉得好像是生活在2个空间里的人是吧？对。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不可理喻，是吧？对。然后你是不是觉得你老婆有点不可理喻？对，我觉得你说婚前你玩这个都可以理解，现在都结婚了，你就应该把重心收一收，换回家。所以你们俩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是在深圳打工是吧？对。孩子在？孩子今年接到这边了。接过来不就应该好一些了吗？他没时间出去了，孩子来了。但是他对我意见好像很大一样的，就是说我在我心目中他一点都不重要。那这孩子来了之后有改善吗？孩子来了改善了一点点，但是矛盾还是很深。啥矛盾啊？说来说去。就是2个人的生活习惯方式都不一样。行，那你给一个你理想当中他应该做的事儿吧。我理想当中就是他要把时间规划的好一点，你周末休息可以约上3、2个姐妹闺蜜喝咖啡逛街都可以，但是晚上你得给自己定一个时间，你比如说晚上我9点钟一定回家，我不会玩到说10点11点，把自己我希望他的生活规律是很规律的。明白。而不是那种今天这个闺蜜真的有事我就侠义出手，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来他个熬个1夜，或者是明天那个我好久没见了，我再去跟他玩1夜。我是不希望有任何一次特例的。结婚之前可以理解，都可以。懂了。结婚之后，对，你是我的，你得按我的方式来规划生活，是这意思吧？我希望这不就是你的方式吗？希望这样，做得到吗？我感觉我做不到。好，做不到。好，首先我做不到，接下来就问你了。你希望你的老公是个啥样的？什么方式跟你相处，在一起生活呢？我希望的是2个人结婚了，老公应该是我就是生命中最亲的人，也是我最重要的人。是吗？所有的事情，我认为就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最能理解的人就是他。最能理解我的人是他。那他达到了吗？我认为没有。哎呀，这2个人要求别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一个是直来直往，你得按我的来啊；另一个是扣帽子。
你是我生命当中最亲的人，你就应该给我支持，你就应该宠我、纵我，是吧？哎呀，这可咋办呢？难题交给你们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你说你俩要是做朋友的话，能玩到一起去吗？应该玩不到一起。玩都玩不到一起，你说这日子怎么能过到一起呢？而且对对方的要求还那么高。有一点啊，男生一直在说，我觉得结婚前怎么样，结婚后就应该怎么样。没错，结婚这个动作是应该让人发生一定的改变，但是没有谁规定婚前婚后就得大变样。谈男女朋友的时候，你不知道她是一个爱热闹爱玩的女孩吗？我是知道的。你知道的呀。所以啊，凭什么结婚之后他就必须要换另外一种人格来跟你交往呢？从你的角度来说，你就是太闲了。请问你把孩子接过来，你还怎么在晚上能出去陪你的闺蜜呢？孩子不需要妈妈陪睡吗？孩子不需要你辅导他功课吗？孩子不需要妈妈陪他玩耍吗？所以你现在过的还是你自己单身的日子。你不是一个妻子，不是一个妈妈，你只是你自己，你把你自己活得很精致。所以我看到那些照片，我再结合你生活当中的样子，我并不觉得你照片里面体现的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感，而只是满足你自己想要炫耀的那颗心。如果你的先生、你的孩子分去了你多半的时间，我想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见那么多的闺蜜，何况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能称之为闺蜜的也就1到2个。如果任何一个朋友都称之为闺蜜的话，那哪一个都不算是真的闺蜜。所以你们2个人都在要求对方的时候，先想想自己能做什么，自己能为这段婚姻，能为对方改变什么，我们再去要求别人，好吗？好。就这样。我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男方说单位不好请假，对吧？对。所以我要上班了，就把家里面的亲戚，其实妻子的亲戚们放在家里上班了。对。但是那个工作服没洗之后，星期一你一赌气也没去啊。对，我没去上班。你看，所以这个单位还是好请假的。然后我特别惊讶的一件事儿，小夫妻站在这儿，互相抱怨的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们2个相互之间所有的抱怨和指责，居然绝大部分跟孩子没关系。就是我后来就明白一点，原来孩子从小是家里爹妈帮你们带，所以你们就缺乏了一个角色过渡。你们结婚4年了，还是以新婚小夫妻的角色在互相抱怨。你重心不放在家里，你太木讷，不陪我浪漫。但是呢，如果没有爸爸妈妈替你们带孩子，你们角色就变了，你们就会变成我既是你妻子又是孩子的妈妈，我既是你丈夫又是孩子的爸爸。这个时候你们的家就会有一个重心，不是说夫妻2个人我要围着你转，不，你得围着我转，而是我们为人父母，我们在彼此关爱的同时，我们的世界起码围着那个宝宝转一转，这样我们的角色就有所转变。你们明显到现在你们的角色没转变过来。咱们现在既然孩子已经到身边了，就把注意力从对方身上的那些缺点上咱们稍微转移一下，看看我做妈妈够不够格，我做爸爸够不够格。这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多眼睛的余光去盯着夫妻彼此的缺点了，好吗？你们要开始角色转换了。我会觉得你俩根本没结婚，而且你俩极度的自私。我先说一下男方，你妻子说5·1节之前要去玩，给你发过信息，你不可能没时间看，但你没回，为什么？你不想回。因为你压根儿不想跟他沟通，你压根儿想惩罚他，你压根儿就不想去，你连不想去3个字你都不说，因为你很烦他，所以你才懒得理他，你才说我们俩没时间沟通。但是我想问，没时间沟通，你怎么有时间上厕所？你怎么有时间去吃饭？你怎么有时间去有宝宝？不是没时间，是你根本不想跟他沟通，你也不想解决。同样，我也想问问妻子，你说
我没给她洗衣服，因为我看到闺蜜了，因为我见到其他朋友了。你真的不想给她洗衣服吗？是因为你想惩罚她？你觉得你太烦了，你从来不满足我任何的需要。我想开心，你不陪我开心；我想快乐，你不陪我快乐；我想浪漫，你不给我浪漫，你什么都不给我，所以我不想给你洗衣服。你不是没时间，你不是不愿意回去，因为你压根儿不想，你只考虑自己开心。所以两个都只考虑自己开心的人，怎么能好好的把这个家庭组建起来？怎么能给孩子爱？我压根儿觉得你们家孩子才是最可怜的，因为孩子就没有得到你们的关心和爱，你们只考虑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不如这个时候，我倒给你们一个小小建议，从考虑对方开始吧。如果你们接下来还想只让对方给自己开心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会活得越来越痛苦。多看看对方的优点，多想想对方的好，少去抱怨一下对方，你们这段婚姻才能够真的过下去。你们两个人都是从小被宠坏的，骄纵、自私、自我吞没。你知道你有多双标吗？我阿姨来了，你马上给我回家。你朋友过生日，我要去上班。衣服洗坏了，我可以不去上班，是吧？那个你要找我做什么事儿，我不能请假，多少双标啊！你也一样啊，我一天可以不回家，满城都朋友呗，人人都是你朋友呗。满满的都是自我，只看到自己，看到对方吗？你有想过他在婚姻里面需要什么吗？就你站在台上，你一直说我要怎么样，我要你留在家里面，我要你相夫教子，我要你怎么样，都是我要。他要什么？我一直在琢磨一个事儿，就你们俩人怎么凑一块去。后来我想明白了，还是因为自私，因为你们喜欢和需要是不同的。你知道你为什么当初喜欢他？因为他不一样嘛。你是一个那么宅的人，他是一个那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一样，所以你喜欢他。当时你为什么喜欢他？因为适合结婚啊，对不对？适合当老公啊，多乖啊，宅在家里面。你们因为自己的喜欢，所以选择了对方。到了婚姻里面，发现哎，这不是我需要的，因为他跟我不同。这个时候你又说我要，所以从爱人的角度上来说，你们更糟糕，你知道吗？就你们不要说灵魂伴侣了，你们都没有一个审美是在一起，一点审美契合的都没有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一对爱人？就是你喜欢的东西我都不喜欢，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讨厌，不难受吗？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特别对，就你们小孩太可怜了，你们把他生下来之后，然后把他独立的归入到另一个独立的空间，因为连这个小孩都进入不了你们自我的空间当中去。请问有什么父母可以自私到连小孩都包容不进来？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自己好好想一想，那个庞大而吞没了你们的那个自我，你还要让他吞没到什么时候？志坚，其实男生说了一句话嘛，如果他不听我的话，我可能，对吧？不排除吧。其实你们自己意识到这段关系非常的微妙，也很危险。听起来觉得事儿不大嘛，很多夫妻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了，还没有进入婚姻，实际这个婚姻已经到了一个昏迷和半死的状态了。这基本是一个半死的婚姻。下一步怎么办呀？老师给了方法了，从孩子入手，从自我入手。我都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这么去做啊，因为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真的好难。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很荣幸能陪你走过这么多年，我真的很幸福。如果你能改掉你的这些贪玩的习惯，我想应该能和你走过余生。和你结婚，你是一个很务实的男人，也很幸福，但是我不想因为婚姻失去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谢谢两位，请回。好，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莎娜老师预测一下。我觉得他俩还是都会出来。为那孩子想，他们俩应该都出来。他俩会出来，只是3个人都活得很痛苦。我觉得他们还会出来，但是不会改。来吧，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就这几步，现实的婚姻状态一目了然，谁都不愿意多走那半步。你们记住雷老师的话，为了你们那个孩子，可爱的儿子，每人向前走半步，合起来不就是一步吗？来吧，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光，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多付出一点给对方，行吗？谢谢你们，请坐。哎，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这对夫妻能够为婚姻、为孩子多付出一点吧。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容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